西方思想家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断地来阉割民主的含义，最后把它给改造成一个程序性的工具。随着西方在2战中的取胜，随着西方的轰炸机、商品和货币而征服世界，成功地影响了相当多数人的头脑。大家好，欢迎来到泛神论，我是范永鹏。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第3大类概念是被西方偷换、扭曲而为西所用的概念。这类概念原来有些它不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概念，甚至有些曾经是具有反西方、反资本主义色彩的，一度被西方价值观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在被西方偷换、扭曲甚至再造之后，逐渐的为西方所用，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形成了表面上的逻辑一致。由于这些概念在历史上大多具有某种进步性或者正义性的特征，所以人们更容易接受，而忽略它含义的转换，所以这类概念的欺骗性特别强。这些概念包括比如像平等、民主、文明、进步等等。我们就来看一看平等概念。平等概念自古有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人的平等的文明。我在之前的大道之行系列的第2集讲到这个平字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中国是从秦汉之后逐渐开始消除人身依附，实现人的平等。欧美俄这些地方都是到19世纪之后才废除奴隶制或者农奴制。中国是最早进入平民政治阶段，其他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是19世纪才开始走出贵族政治。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他的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中国实现了这种人的平等。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就是西方文明自古即存在长期而大规模的不平等，直到资本主义兴起，才像马克思所说的，产生了以这个财产的不平等来取代了过去基于出身不同的不平等。那么随着欧洲人的觉醒，平等就成了现代社会生命力最强大的价值追求之一。西方的资产阶级，它在打破贵族式的不平等，实现了基于财产权的自由权利之后，它其实是希望平等不必再往前推进了，但是他又不敢公然去反对这种普遍的平等。于是呢，他们处心积虑地把平等概念给改造成在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形式的平等等等。在这个基础上，他给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披上了一个虚假的平等主义的面纱。但是实质的结果的平等被这个西方的思想家不断的污名化，甚至把它给视为一种暴政集权的要素之一。例如像这个我前面讲到极权主义的这些重要思想家，几乎都致力于建构平等和集权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也大多数也是反对平等、鄙视平等的。在他们眼里，精英垄断知识的民国时期是最好的，然后泥腿子建立的这个人民政权天生是带有原罪的。过去这些年，很多公知大 V 的文字里边，处处都端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话里话外都有一种你们也配的这种傲慢。最典型的就是像芳芳女士。不少这个政法学者和我们这个出版传媒界的很多人士也满口不离这个乌合之众、多数的暴政这些洋词儿。他们天天讲自由民主，实际上关心的只是自由。一旦讲完自由，马上就不提民主了。所以在他们的眼里，精英拥有少数派否决权才是高大上的宪政民主，而带有平等倾向的制度和政策就是民粹主义。从这个平等概念，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来到这个民主概念，因为现代民主概念最初是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原本这个现代民主啊，是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本质上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包含有经济民主、社会平等、集体主义等等这些内涵。所以资产阶级肯定是不喜欢民主这样一个东西，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怎么来制约民主。比如像美国的这个建国之父们，像华盛顿、汉密尔顿，甚至这个所谓的民主派的这个麦迪逊这些人，他们其实思考的都是怎么来限制民主、制约民主。法国的拿破仑、路易波拿巴、提耶尔，德国的俾斯麦、希特勒，奥地利的梅特涅，俄国的克伦斯基，所有这些人何曾有过支持民主？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一直到70、80年代，西方都很少说自己是民主，而是自称叫自由阵营。当时苏联东欧才说自己是民主阵营，当然苏联东欧也有它的问题啊。那么西方到80年代之后，特别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
才开始把自己给装扮成民主。中国的60后到80后这么几代人，我们恰恰是在西方话语的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所以就非常容易习惯地接受了西方民主的这样一种概念。19世纪以来，这个欧洲工人运动不断提出这个民主的诉求，民主就成了欧洲一个特别强大的潮流，一度使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坐在了社会革命的火山口上。无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强大力量迫使资产阶级不断地向民主妥协，那么这些人就会思考，我怎么能够釜底抽薪地解构掉民主这样一个东西。西方思想家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不断地来阉割民主的含义，最后把它给改造成一个程序性的工具。这个其中有一个集大成者，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非常值得一提。他有本书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个书的一个重要功能之一，就是解构了民主的价值内涵，就是让民主不再成为一个带有政治价值的这样一个概念，而让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一个工具性、程序性的这样一个东西。熊彼特重新定义了这个民主，他把民主给视作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样就让这个民主原来的含义是由人民来统治被消解掉了，然后变成了由选票选出的代议机构和政客来统治，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同政党来统治的这样一种制度。原来民主是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但是通过他的这种概念偷换，民主和资本主义也建立起了关系，所以他对民主的概念实现了一个天才的一个建构或者偷换。所以民主概念的价值性因素就被剥离，而代之以一种程序性因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被代之以一套竞争性选举程序。民主的名称也慢慢的被偷换成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这样一对原本对立的概念被强行的嫁接在一起，成为今天世界上流行最广的一种错误观念。今天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讲，提起民主，大家很自然的就会想到自由民主，想到西方式的或者美国式的这种民主。所以通过这种概念操作，西方价值观非常有效地掩盖了这种名实相违的困境，实现了一个虚假的指名治实。这个民主概念是2战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比如政治学几乎所有的重要理论都是以它为支点。我们推翻了这个概念，几乎就可以摧毁掉西方的政治学。而如果我们盲目的去跟从它，那么我们中国自主的政治知识就无从谈起，政治学也永远不可能向着真正的科学前进一步。非常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中国的政治学者应该说多数仍然是在跟随而不是反思这样的概念。再比如像文明这样一个概念，它在历史上呢，原来指的是人类产生文字以后所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的整体都叫做文明。但是在18世纪呢，这个词被塑造成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英美法这些国家所代表的西方商业化的社会组织模式，然后进而他把所有非西方文明给贬低为野蛮，文明就和西方画上了等号，包括连德国这样的莱茵河以东地区都被扣上了一个野蛮的帽子。所以德国人是对这个词非常敏感、非常反感的。德国人曾经非常尖锐地来批评西方文明概念的狭隘性，比如像这个德国思想家科尔奈，他就曾经把西方文明给界定为叫共和主义的法国、资本主义的美国和自由主义的英国。这种西方的文明概念和文明史观，随着西方在2战中的取胜，随着西方的轰炸机、商品和货币而征服世界，成功地影响了相当多数人的头脑，让这些人相信西方所代表的是文明，是主流，是普世价值。所以大家在网络上经常听到公知们说，中国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我们要和世界接轨，动不动就拿文明和野蛮来影射西方和中国，对这个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创造和反抗进行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比如把义和团说成野蛮，把近代中国人说成愚昧，无非都是识这种西方文明观的雅慧。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热极一时的像现代化理论、民主化理论、转型理论，无非也是这种文明史观的一种边缘回响。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改造策略十分成功，所以今天中国人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很少会意识到它们的本来含义，往往是人云亦云的在西方意义上加以理解，并用这些改造过的概念来评价中国，很自然的会批评中国不平等、不民主，说我们过于强调特殊性，甚至说我们自绝于世界主流，自绝于普世文明等等。殊不知，恰恰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才应该放在这些概念的法庭中接受审判。大家好，我是范永鹏。我与 B 站合作的课程《美国的诞生：制度的起源与本质》上线了。
正如美国的名字被译为美字，美国的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也被我们相当多的人当做一种理想政体。我做这门课的初衷就是想带大家客观地认识美国的制度，抛掉神话，回归常识理性。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下方来获取课程。